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看到今天这期节目标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在这儿，我要事先声明，我绝对没有标题党。在我看来，张北海或者说刘慈欣似乎真的没有搞清楚动量、能量、质量这三者的关系，所以才会把公制推进和辐射推进完全对立了起来。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大家别急，还听我慢慢道来。根据《三体》小说第二部《黑暗森林》中的描写，张北海在加入太空军之后，为了确保自己支持的辐射推进项目能够得到顺利的实施，设计谋航天部门里支持公制推进的专家。最终，辐射推进项目得以实施，人类终于拥有了可以进行远程航行的星际飞船。借助于小说的大卖，辐射推进也深入人心，似乎公制推进和辐射推进就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辐射推进是明显优于公制推进的推进方式。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公制推进，什么又是辐射推进。按照小说里的设定，刘慈欣似乎是把那些用物质作为推进剂推动航天器前进的推进方式归类为公制推进方式，而把那些依靠电磁波推动航天器前进的推进方式归类为辐射推进。这样的归类合理吗？公制推进的原理是什么？辐射推进的原理又是什么？说到公制推进的原理，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本质就是用动量定理排出公制的质量与相对速度的乘积和飞船的剩余质量与速度变化的乘积是相等的，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公式。在公式中 M1 表示排出推进剂后飞船的剩余质量，而 Δv1 表示排出推进剂后飞船速度的变化矢量， M2 表示飞船排出的推进剂的质量，而 Δv2 表示飞船排出的推进剂与飞船相对速度矢量。因此，在飞船在单位时间内排出的推进剂的质量一定的情况下，飞船排出推进剂的速度越高，飞船获得的速度增量就越大。我们以飞船从近地轨道飞往月球这件事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运行在近地轨道上的飞船想从近地轨道飞往月球轨道的时候，会先启动飞船上的发动机，让飞船加速。飞船在近地轨道的初始速度大概是 7.9 公里每秒。当飞船加速到大约11公里每秒的时候，飞船才具有了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的速度。进入地月转移轨道之后，飞船会关闭发动机，依靠惯性飞往月球。当飞船接近月球时，需要再次开启发动机，为飞船减速。当飞船相对于月球的速度减少到月球的环绕速度的时候，飞船才能够进入月球轨道。这个过程经历了一次加速和一次减速，启动了2次发动机，做了2次公制推进。说完了公制推进，那么刘慈欣所说的辐射推进的原理又是什么呢？按照刘慈欣的理解，辐射推进就是利用电磁波产生的压力来推动飞船前进的推进方式。由于电磁波其实就是光，下面的叙述里为了方便，我就用光来代指电磁波了。电磁波形成的压力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叫做光压。因此，辐射推进可以理解为依靠光压推进前进。但是问题又来了，光压是什么？光压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想用经典物理来解释这个问题比较困难，需要一点电磁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知识。不过我会尽量试着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按照经典力学的思路来向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好，咱们开始。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发表了关于黑体辐射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光的量子化理论，并且指出
量子化的光的能量和频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 E 等于 hv。 在公式中 E 表示的是光的能量， h 是一个普朗克常数，而 v 表示的是光的频率。由于普朗克常数是个已知的常量，因此知道了光的频率，我们就能够知道量子化光的能量了。后来爱因斯坦的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进一步给了我们解释，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光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每个光子所具有的能量就是普朗克常数和光的频率的乘积。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给出了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著名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方。在公式中 E 表示的是物体所具有的能量，而 m 表示的是物体的质量， c 则表示的是真空光速。质能方程告诉我们，质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质量可以变成能量，反之，能量也可以变成质量。对于质量能够变成能量，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比如核裂变反应中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来源于原子核破裂后损失的那一点点质量。核聚变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也源自于原子核聚变时损失的质量。现在质量就是能量，我们搞清楚了。那么能量就是质量，又表示的什么意思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能量就是质量，表示的就是能量可以反映出某些质量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涉及到质量这个物理量的起源，非常复杂，至今物理学界还没有对质量的起源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在这期节目里，我就不做过多的叙述，我只谈论和今天节目有关的那部分话题，那就是能量能表现出某些质量的特征，具体事例就是能量可以具有动量。前面我们不是在讨论光压是怎么形成的吗？现在答案终于来了，光压形成的原因正是因为光子具有动量，光子的动量 P 等于 hv 除以 c， 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公式。在公式里 P 表示的是光子的动量， h 是普朗克常数， v 是光的频率，而 c 是真空光速。在中学的物理课上，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光子没有静止质量，但粗心的朋友可能忽略了其中的关键词，把这句话错误地理解为光子没有质量。其实这种理解是非常错误的。讲到这儿，我突然发现，我想完全不讲质量的起源，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是不太可能了。好，我简单的把质量来向大家做个介绍吧。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质量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是引力质量，它的表现是有质量的物体就能对其他有质量的物体表现出引力。这一点，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质量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惯性质量，它的表现形式是质量越大的物体，运动状态就越难被改变，或者我们可以说，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在这儿，我要请大家注意，我还是没有讲质量的来源，因为现在在物理学界，质量的来源的说法依然不清楚。我所说的只是两种不同的质量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现象。那么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在数值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根据人类现在所有的认知，人们发现的现实就是引力质量恰好等于惯性质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认为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在数值上相等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的。说到这儿，我要多说几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基础是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在数值上相等，而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基础是光速不变。真的想推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从这两点入手。前些年，国内某所大学的教授号称推翻了相对论。拜托，先搞明白人家的理论基础，再去说推翻人家理论的事儿。另外，在中学的物理课上，
当讲述伽利略的2个铁球同时落地那个物理实验的时候，我记得老师还曾经补充说，后来宇航员登上月球，在月球上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宇航员在月球上手持羽毛和铁球在同一高度，然后同时松手，羽毛和铁球同时落到了月表。这个实验证明了伽利略的正确性。我当时也十分认可老师的说法，但后来随着我物理知识的增长，我知道宇航员在月球上进行羽毛和铁球试验的物理意义是证明，在月球上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的数值也是恰好相等的。有点扯远了，回到咱们刚才的话题，质量分成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2种，而动量定理体现的就是惯性质量的特征，或者说只要遵守动量定理，那就表示它拥有惯性质量。前面已经讲过，光压其实就是光子具有动量的体现，所以光子也就有了动质量，或者说光子具有了拥有惯性质量的特征。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有关光子动质量的方程式，光子的动质量 me 等于 hv 除以 c 方，其中 h 表示的依然是普朗克常数，而 v 依然表示的是光的频率， c 也还是真空光速。好，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按照刘慈欣的说法，辐射推进不同于公质推进的根本是辐射推进不使用公质，但事实上辐射推进的公质是光子，推进的基本原理依然是动量定理。这么看来，辐射推进和公质推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如此，张北海为了根本没有本质区别的推进方案去是不是就显得非常没有必要了？其实在大刘看来，辐射推进的基本优势是因为电磁波的速度就是光速，而光没有质量，因此辐射推进的比冲会非常高。但事实是，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质量根本就不是物质的基本属性，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质量很可能只是一种物理现象，宇宙的本质更可能是能量。因此即使是使用公质推进，只要拥有足够的能量，我们依然可以制造出比冲接近于辐射推进比冲的发动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已经能够把电子的速度加速到光速的 99.999999% 以上。只不过这样的加速器需要庞大的设备和巨量的电能。但是如果可控核聚变和常温超导技术得到突破，人类解决了能量来源和能量转化效率的问题之后，使用公质推进发动机实现接近辐射推进比冲是完全有可能的。更何况，如何利用辐射产生的动量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难题。人类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建造类似太阳帆那样的巨大的反射面，可这又会造成辐射推进的推重比非常低。工程上的问题永远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像张北海那样仅仅为了一点点学术上的差异就做出极端的行为，显然是应该遭到唾弃的。好，关于辐射推进，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请在下方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